欺臣报仇，爹，如今天下有志之士都已加入秦王大军，亦无路可退，投降吧！你们要是再不退兵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我早已示弱，你在我陆家军面前杀了我，我陆家军必定终日沉沉，将你从无扬灰，也是应验了20年前仇道时的话。小姐死逃出府，给我死里逃！我没有。臣几日想杀陈轩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既然答应陈殿要救他们，就一定要做到。王您放心，就是想我也要把陈姑娘给带走。陆将军，深更半夜的，何事？京中急讯，夏阳我要回杜宇。既然已经赐婚，我要带走陈姑娘。真的没有规矩，礼都没成就想带她走。丞相可是要抗旨？可惜啊，陆将军，你来晚了。小女听闻要与你成婚，便与和那个情郎私奔了。陈启哲，我与陈轩成婚的事，便是你丧钟敲响之时。是。别过来！别跟我不客气！不客气。哎呀，这丞相可细皮嫩肉，外面的闻着香香的。学姐不见了，这岂止真是人面兽心，我的女儿都下不去手。对他这种人来说，骨肉、爱人，哪有权利来得住我？我去找陈轩，你去一趟金南郡，把京中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陈令。是。别碰我！陈轩，老子就喜欢你这种犟的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！哪个管闲事的？是不是嫌命太长了？杀了他们！他们是夏阳奸细！公主。自坚强苦一朝，偏爱纵横天下。恩仇成年华，情牵快马。红尘为国，也无声牵挂，执念身上，嘴里横刀，心事的话。说，前日带来是做什么？陆行止，小将军一定会杀光你们陆家军，替我们报仇。陆行止，那个令夏阳为公丧并投陆行止。老爷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等夏阳流氓从破庙离开，我们的人立马就把他的尸体取回来，如此您就可以向皇上和陆将军交差了。好，是不是有人进过书房？入夜前，小姐似乎来过。你人这个贱人，竟然拿走了我与夏阳的密信！季小姐赶来，我让她下去陪你们。我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。这是萧克营写给京中的密信，信上写着他们已经拿到了康业2州的布防图，不日便会进攻。我在出题。你是何人？
为何会有这封信？若说这信是从爹的书房里偷出来的，我又是他女儿，只怕镇北侯不会信我。我刚刚从他们身上捡的。刚刚他们轻薄我时，我发现他们手上有宝剑，这种宝剑只会在常年骑马牵缰绳的下阳人手中才有，所以我趁他们不备，把信偷了出来。你一闺中女子，怎会知晓这些？我哥哥常年在军中，每次他回来都会跟我讲解一些，所以我略懂一二。我哥哥是金南郡的。在此设计，引我上钩。我看你才是夏阳想安插在我身边的奸细，引出苦肉计，就上当吧。我是大梁人，我是大梁人。这是我的录音，上面记载了我的身份。我生在大梁，长在大梁。陆将军对我的怀疑毫无道理。陈桃花，长黎村人。长黎村距离此地数百里，你如何到的这？还好哥哥早就料到有此一日，早就给我做了假的身份。这陆行止是镇北侯，镇守北境10余载，从未战败。如今他单身未娶，我若依附于他，必定进去。我是庶出，家中主母不喜欢我，便要把我许配给村里的地痞流氓。我不愿意，所以逃了出来，奔向南下去找哥哥。可没想到，途中居然遇到了这些流氓。我只是一介弱女子，倘若我此时南下，必死无疑。恳请镇北侯收留，愿伴随将军左右，效犬马之劳。桃花姑娘，得罪了。王爷，继续追杀，务必要杀了小姐，取回密信。是，追。刚才那些人应该是爹派来追杀我的，我若不能留在陆行止身边，必是一死。我若是早走，他九死一生；可我若不走，若是密信未终，康业失守，百姓惨遭屠戮，他们又何错之有？陈姑娘，冰月兄，我负所托，实在抱歉。桃花姑娘，得罪了。这个事情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小姐被镇北侯带走了。什么？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丞相，不如派我去北境监军，趁机替丞相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。好啊，你去，务必要杀了陈轩，毁了信件。是。桃花姑娘，你身上虽有录影，但我不能拿北境数万百姓的性命做赌。劳烦你跟我去趟北境，若是萧克营真的攻来，再放你也不迟。否则，好，去就去。倘若萧克营真的攻来，我也要上战场。与其死在深闺，不如战死沙场。他年马革裹尸，我也算报效过国家，对得起自己的花样年华。你我都同住一屋了，我自然是要伺候你啊。我留你在此，只是怕你跑了，日后证实你的清白，我自会向你道歉，放你离开。我哪还有什么清白可言？既然如此，不如把关系做实，反正你又不亏。行军打仗之人，虽然不拘小节，但也不是来者不拒。小姑娘，你这算盘打错了。将军既已认定我是奸细，那日后我必死无疑。
既然如此，这便宜您不占白不占？还是说，将军您怕您爱上我？我有妻子，你这姿色不及她万分之一。我虽不挑，但也不是什么都吃得下。镇北侯尚未娶妻，天下谁人不知？将军你如此诓我，莫不是将军现在已经对我动心了？我此番回京，便是要用一身军功，求娶丞相之女陈雪。皇上已经赐婚，我亦许下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。小姑娘，你这消息有些闭塞。你说什么？桃花姑娘，你若是继续得寸进尺，那为了北境数百万将士和百姓的性命，我便是错杀又一次。怎么会受如此重的伤？被家人打的。他们怎么能这样？习惯了。他们在我出生之时没有把我溺死，我应该感谢他们。趴下。日东微沉，夕微晚。陆将军，你可识得陈轩？自然，我心悦于他，希望与他朝朝暮暮，共赴白首。明明就不认识我，却一心求娶，难道是为了攀附爹？如此一来，我更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。好了，今夜早点睡，明日起身，一路快马加鞭赶回康州。是个苦差事。你究竟是何人？小姐，该回家了。你可真心狠手辣，都这样了不肯放过我！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应该是中毒。不可能啊！从昨夜到今晨，您的吃的用的我都检查过了，不可能有毒。事在清楚，是我大意啊。这是西域进贡上来的酒，爱卿可以尝一尝。我带你去找郎中。不行，夏阳随时可能反攻，我必须尽快回去。夏阳拖得走我们的不光乎，拖不走军心民心。陆将军跟您10余载，您晚个3、5日，抵挡得住的。如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现在连我都打不过，就听我的吧。先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姑娘，你先生是做什么营生的？怎会中如此凶险之毒啊？此毒可能解，不好解，需要时间。要多久？少则10日，多则半年。不行，治，我们治。先生，我和相公不是这儿的人啊，可否在您这儿借宿几日？不多久都行，不多久都行。今日不送我回去，他日我若是好了，必治你重罪。
那就留待他日你还活着再说吧。往事流转在你眼眸，一边遗忘，一边拼凑。如我虔诚，何时收手？这药当真好。唯愿你能得到拯救。只有让你睡在这儿，才能安心接受治疗。明天再来吧，今天不能进了。我要见何朝。陆将军的令牌，青骢马。就是此人，拿将军令牌，骑着将军的青春宝马入城的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陆将军呢？我叫桃花儿，是替将军前来传信的。放屁！镇北侯陆行止陆将军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假手他人传信，除非他死。何副将，何否麻烦你退下。我陆家军众话无不可对人言，我何须退下左右？您南征北战，杀敌无数，可是怕有一个受了伤的弱女子与您单独相处，会对您怎么样吗？你们退下！令牌是我偷的，青骢马也是我抢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若不这么做，他就会死。将军在城中中了毒，眼下生死未卜。他现在人在江止城中疗伤，若此毒再不解，他必死无疑。所以我只能出此下策，将他迷晕，偷了令牌前来传信。这就去找人救他。不可，夏阳不日就会来犯，您此刻不可离开军中。夏阳刚刚吃了败仗，借他了个胆子。那倘若他们拿到了你们康、叶2州的军事布防图呢？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若不是如此，我为何冒死前来送信？不可能的，他们怎么会用我们的布防图？何副将，你敢赌吗？赌他们绝对没有你们的军事布防图。不可能，将军不可能会出事。来点军医，我要调最好的军医去江止城。我带他们去。来人！何副将，将他押入大牢。若你有半句鬼话，我就用你的血祭奠阵亡的将士。何副将，倘若夏阳真的拿到了布防图，亦可将计就计，请军入瓮，一举歼灭。行军打仗，我用你教，带出去。何副将，何副将，前方探子回报，夏阳有异动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陈轩还真是命大，不过遇到我，今天这条命交到这儿吧。我不是奸细，我没有害将军，不是我，真的没有。是不是奸细根本就不重要。今天你被关到这里，休息才活着出去。
此人来路不明，本官自然是个审讯。我看你是想杀了他。何副将，对战非常时期，宁可错杀1万，绝不放过一个。如若他是夏阳的探子呢？陆将军有令，凡我陆家军人，绝不枉杀一个无辜。你若是看不惯，大可上报朝廷，弹劾我家将军。你即刻上奏朝廷，弹劾你何副将，使北境大局安危于不顾。哼！来人！何副将，立刻去找郎中与桃花姑娘瞧病，派人看好，绝不允许王准再靠近一步。是。将军，你总算是醒了。老张，你怎么在这？有位叫桃花的姑娘，拿着你的令牌，骑着您的青葱去找到何校尉说是你中毒了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你拿到我补病的军师。不过将军您不要担心，前几日何校尉已经派人来了，与夏阳已在我们只需要好好的静养。桃花临危不乱，如此关注，他若不是女子，倒有将帅之才。现在回去。将军，您的毒可能解，能解。既然能解，回去调养。可是我才是将军。怎么可能会败？可是陆行止回来了。还没有。国长在他们的城寨后，大量士兵突然从四面发兵围堵，我们死伤惨重。我拼命杀出重围向您报信，不妨图是假的。张居之，你这个王八蛋，和陆行止合起来一起骗我，我一定让你们血债血偿！萧克银这个废物，把我不防土还能一败涂地。去，给王准去封信，让他想办法。陆行止、陈轩都得死。这次萧克英大败，短时间内定然不敢再来战犯。辛苦兄弟们了，来喝酒。还是何校尉未卜先知啊！杨败在诱敌深入，一举歼灭，是神机妙算。这可不是我的功劳，多亏了桃花姑娘。对了，您没事？将军，你没事啊？桃花呢？这次多亏了嫂子，要不然我们还真中了姓萧那孙子诡计。不过我一开始不知道她是嫂子，等下到大楼了就回去请她。对呀，嫂子，对，嫂子太厉害了。对了，您这次回京不就是去娶媳妇儿的吗？我看他拿着令牌，骑着青丛，这不就是嫂子吗？将军。将军，你好了。脱我令牌，到我战马，何爽！按军法，如何处置？按军法的话，应当处死。你要杀我？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你当然设计，就该想到有今日。你当真要杀我？自与我相识起，你对你的身份就有诸多疑问。如今放我令牌，其心不悔，若不依军法处置，
和陆行止，往后在军中如何服众？你要杀我，根本不是因为军法，是因为你心虚。将军，多亏了有桃花姑娘送信，我军才能如此轻松获胜。不用替我求情，他要杀便杀。你若不迷晕我，我自会回来。我们将军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，你快求求他，让他饶了你。你杀了我，便一辈子对我有愧。动手啊！不行，不能杀。将军，我们全军都知道，这次获胜全赖桃花姑娘送信。若是把她杀了，弟兄们会怎么看啊？好，该有功，免除一死，但活罪难逃。拖下去，军杖20。将军，桃花姑娘是个女子，这20军杖和杀了她有什么分别？行，军杖也可以不打，但她不能在流山上。何爽，安排一队人马送她南下，去击南郡，把她安全的送到她哥哥手上，再回来。我不走，区区20军官，我还就是了。但你要履行你的承诺，我不是奸细，向我道歉。对不起。你喊啊！不想打，就下去。飘啊飘，往天上飞，恍恍惚惚，如坠迷雾，一幸福进了又出。将军，将军，他都晕过去了。他来的时候就满身是伤，又被王准刑讯逼供，还没有好呢。一个女子哪里受得住啊？左右盘顾，判了俘虏，又判断我，剑中滋味浓，再悠悠心中，将军，笑把人生住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，这么犟，就是不肯走？你想报国，等你去了金南郡，我会为你和你哥哥打点。为什么非要留下来？将军，我这里是没女人了吗？需要你个大男人来照顾她。还是我们这嫂子，又是帮你送药的，何必？弟兄们又不会说什么。她醒了以后，若是要留下，你安顿一下。你把人家娶了不就完事了？我安顿什么呀？我陆行止只有一位夫人，就是陈启之的女儿，陈定远的妹妹陈轩。人家桃花姑娘千里迢迢冒死送信，若不是对你有情，何必挨这板子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只能赶她走。我不明白，娶陈轩姑娘为妻，纳桃花姑娘为妾，这样既不失信于陈定远，又不辜负桃花姑娘，一举两得呀！我若纳桃花为妾，一颗真心皆会给她。陈轩在宰相府饱受欺凌，我如此娶她，岂不是把她从一个牢笼里又接到另一个牢笼？陆小姐，你要干什么？王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北境从不用私信，是谁让你动桃花的？
桃花，他还不知道那是陈轩。陆将军，我也是为咱们北京大军着想，这万一里面混来个奸细，桃花已经领了信，现在该你了。陆承志，我乃圣上钦派监军，你敢动我？吴彦寿，那就滚回你的京城。陆行之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老子迟早要给你说了这笔账。何副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你不用谢我，这些天都是下人照顾你。那个，我听说你好了，就想着过来给你送个药，瞧瞧你。对了，何副将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换些银子吗？你要换盘缠离开？我是从家中逃出来的，路上遇到了将军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无处可去，只能缠着他。可现如今他这么烦我，我只能离开了。说当日你要是答应他多好，不就不用挨着20军棍了吗？这可是军棍呀，多少男的都扛不住，你能活下来都是命大。这不一样，如果我当日答应了，就代表我错了。可我想不明白，我究竟错哪儿了？银票你收好，我给你置办盘缠，派人送你去金南军。你的呀？将军，你回答我，我究竟错在哪儿了？错就错在现在才出现。如果早些遇见你，我断然是不会答应陈定远娶他妹妹的。可我既然已经许了诺，若是食言，等于把一个无辜女子往火坑里推。你救我是出于公义，还是私情？这重要吗？当日药怎么喂到我嘴里的？你觉得我会忘记吗？是，我是喜欢你。今天我喜欢你，我的真心就能被你这样肆意践踏吗？你喜欢你，不该喜欢我。有你在身边，便是给你希望的承诺，让你觉得还有机会，这才是对你最大的残忍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我讨厌被人算计。待我养好伤，我会离开的。这些天打扰了，对不起。往后你会遇到很多人，便知道我也不过是个普通男人罢了。姑娘，你的伤好了？那日将军将您抱回来，那心急火燎的样子，奴婢这些年从未见将军如此失态过。将军让奴婢给姑娘送了几身衣服来，说这里是北境，比不上京城。你是将军去京城求娶的程姑娘吗？我不是，我叫桃花。将军呢？刚刚回来，在书房呢。这几日也不知在忙什么，也很少见将军回来。刚刚瞧见，好像憔悴了不少呢。姑娘可是要去找将军？嗯。你可得披上些，刚刚才好，受不得凉。这披风是将军的，府上没有女眷，又不能让你穿下人的衣服，将军就让奴婢把披风拿来了。后厨在哪儿？那边。将军刚刚一直在咳嗽，大概是天干物燥的。怎么是你？出去！听下人说你有些咳嗽，我炖了一些梨汤。放这边就好，你赶紧出去。
盘缠已经安置好了，你明日去找何超，他会给你，尽早出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后会无期。何副将，今日军中为何格外冷清？夏阳这帮畜生，打不过他们就玩阴的。他们占据了上游水流，往水中投入了病死的牲畜，不少将士们都着了他们的道，染了瘟疫。将军也，将军这些日子一直在忙这件事情，昨儿也病倒了，现在还不知道是染了瘟疫还是受了风寒。他中毒未愈，现在又病倒了，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。桃花姑娘，你若真的在意将军，还是快点离开这里。你也觉得我是个累赘？这不是一回事儿。眼下城中瘟疫横行，这水源的事情好解决，感染的人群也能控制。可眼下城中缺药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！桃花姑娘，若你也病倒了，将军他拼着性命也会保你无虞的。他又岂会为我拼上性命？将军他知道王准寻衅逼供的事情，也给他下了20军棍，现在还半死不活的。将军他知道他欠你一个人情，希望你别记恨他。你们还缺什么药？麻黄、连翘、苍术，还有柴胡，这些都是常用药，北境就产，怎么会缺呢？对此一些药材全部给我坐地起价，君主不要，必定死伤惨重。到时候就让陆行止来背这口黑锅。他死了，康州城就全由本官说了算。大人你放心，我一定办好这件事。倒是服着点儿啊！商人见利，囤积居奇。我本想抄了几个药铺，逼他们把药拿出来，可将军不准。北境地处偏远，商人逐利，若是抄了，恐怕往后没人愿意来此做生意，这样于民不利。将军也是这么说的，可这帮人做的简直太过分了。何副将，可否给我一匹快马，一张长明山的地形图，和一个可以自由进出城内的令牌？你要这些做什么？康州城背靠长明山，山中产药，既然不能逼他们，那我们就自给自足。你识得药材？学过一二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就派人与你同去。不必。何副将，你帮我去城中散布消息，就说我桃花手里有药，你们军营只买我的药。我不明白。既然不能来硬的，那咱们就来阴的。我想问您一下，山中有这个药？差不多。那边有一些，就是最近不太平，采药的人比较多，你多往里走走。谢谢大人。请问一下，这个那边。谢谢您。今日可有可疑人员？暂时日还。桃花姑娘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药都到了吗？都在车上了，管够。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。我要买药，您这药怎么一天一个下来？买药的人这么多，嫌贵就别买。你来，你要什么药？跑了！镇北侯夫人把这个药商子，还一堆药材呀！你说什么？是啊，快去军营领药材呀！陆家军发药了！走！小姑娘，你就是他们说的桃花吧？有事儿
家都是出来做生意的，你这样不太合适吧？我怎样？现在外头啊，药材紧俏，你低价卖药，让我们怎么做生意？哎，我可没有低价手段，我这刚算完账，以这个价格卖给军营，我还能净赚800两银子。这生意你们不做，就别怪我去做。你懂不懂规矩啊？来我们地界做生意，就得按我们的价格卖。你从哪里进的药？山里挖的。喏，就这几味药材，山里都有，我靠天吃饭。怎么，想借药材供应，卡我后援？我跟你们可不一样，干完这票，我上别地儿发财去了。小丫头，算你狠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到几时！哼！慢走啊，不送。曹部长，哎，桃花姑娘，药价跌了吗？稳定住了。军营的药买够了，这把瘟疫来势汹汹也都控制住，多亏桃花姑娘。将军，你这些天都没问，我还以为你不在意呢。将军他只是风寒，已经好了。那就好。你别杀我，回去告诉你主子，在我陆行止的地方，就得受我这种委屈。以后再敢囤积居器发制我财，别想这么糊弄过去。好，我一定带到。以后再敢打他的主，我要你们的命！将军，干了，将军！桃花，将军，您好了。你为什么还没走？你不是我陆家军人，就不要插手我陆家军的事。可我确实帮上忙了。你是觉得我解决不了这件事吗？我陆家军驻扎此地超过100余年，我陆行止接替父亲，继承镇北侯爵位已10余载，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。需要你一个女子在这里出谋划策，你的小聪明只会坏了我的大事。你若嫌我，大可以直说，而不是将我拒之门外，事后指责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仰慕您，是因为我只认识您一个男子。您与我爹并无不同，这私情，如今我已放下，我问心无愧，为何要这？我会从你的府上搬出去，也不会在陆家军中打扰你。至于我怎么讨生活，不关你的事。这个还给你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离开这里？我不靠你陆行止，我无心听你的话。随你。虽然知道你不会去，但人家桃花姑娘有礼貌。她的药铺明日开业，这是请柬。你倒是给她跑上腿。将军，我倒是觉得这桃花姑娘真的很不错。反正将军您不要，要不我上。你试试看。把这个送给她，也算是我送的份礼。将军，你心里明明就有人家桃花姑娘，又何苦赶她走呢？你真把她赶走了，你又能忘得了她吗？就算你与那陈轩姑娘结婚，你又能把你的心给她吗？那陈轩姑娘若是个良善女子，知道她的存在误了你和桃花姑娘，她的心里能好受吗？我会忘了她的。你不要什么都去和她乱说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不过我听说这陈轩姑娘好像还未找到。你这婚约未必能成，你又何苦搭上自己一辈子呢？
还是去看看他吧。次次都帮了大忙，我连当面谢谢都没同他讲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去一趟金南郡，把京中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陈定远。是。陈将军说，陈玄姑娘有些本事，只要没传来她被害的消息，就会平安。晚一些会回趟京城，把陈玄带过来，与将军完婚。知道了。要不再等等吧，将军他可能是有事耽搁了。他不会来了。侯副将，你也忙了一整天了，先回去吧。是风动还是奋斗？轮回难道就不同？喝酒吗？其实你也不能怪将军，将军他毕竟要娶丞相的女儿，这桩婚事是早就定好的。他为什么非要娶陈玄？因为陈定远救过他的命。陈定远？陈定远是陈轩的哥哥，拿这个恩情讨了这桩婚事。我们这些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，日子过一天赚一天，根本就没有想过成家。将军就是看陈家小姐可怜，答应了。他给不了你未来，只能让你恨他。一生一世一生人，居然只是因为陈定远求了他。别放心，将军不会爱那个陈家小姐，他们就不是一种人。我们将军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养在深闺里的大小姐了。他就是可怜她。是啊，他不会喜欢我，不管我是谁，他都不会喜欢我。将军他不是不喜欢你，他是不能喜欢。不是吧？酒量这么差？你回去禀吧。斥候来报，夏阳大军有异动，应该是想趁温病还没退去，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我这就回军营点兵。能用的人手不多，你点一支精锐出来，我亲自带兵出城营地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赶紧去。是。故事鲜艳，而结局却搁浅。这些年你又在打碎红尘之间，幻化成那张脸。似梦似幻，似情渐风筝的彼岸。谁在呼唤？要带我去空灵的山。何副将，将军昨晚是不是来过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你昨天店铺开业嘛，我给你送的礼。谢谢你的好意，还给你吧。你就拿着吧。我不能要。行行行，其实这是将军让我给你的。将军说，在这药铺涨价事件中，你功劳最大，所以给了我这张银票，让我交给你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我就给你放桌上了。这算什么？打个巴掌，又给个枣吃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几个药铺掌柜想要杀你，都是我们将军日日在暗中保护你，看着你。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将军解决的。他说你是因为在乎你。他现在在军中吗？夏阳今天一早又点兵出城了，想趁我们元气大伤，一举将我们击毙。将军昨天晚上就点兵出城了。不好了，陆将军不见了！你说什么？陆将军带着一队人马
与萧可盈短兵相接，把萧可盈攻入长明山。但今日雾太大，陆将军刚进山，就和我们走散了。长明山地势复杂，当地百姓都不敢深入腹地。今日山中又起了大雾。放心，他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。将军把萧可盈困入山中，昨天我们商量好的。来人，去点兵，会会夏阳叫姑嫂的群龙。是。你们先商议，我先回店里。多派些人手去山找人。不是说商量好了吗？商量的时候也没说他会深入长明山腹地，那地方可是有去无回的。多派点人。是。那谁呀？眼下非常时期，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出没。你连他都不知道，他是桃花啊！来将军和何校尉坐上宾。是风动还是奋斗，轮回难道就不同？你是我生爱，花白云人去来，一个遗憾充满一字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。我这是在打仗，你来捣什么乱？将军有把握活着离开这里？那你就不是在胡闹吗？你想以最小的代价牵制夏阳的进攻，想用自己的死去牵制萧克营。想要以少胜多，牺牲在所难免。我从出生起，结局就写好：将军百川死，马革裹尸还。可你不必来，活下去不好吗？你就对我没有一丝丝感情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些？你以为打仗是儿戏吗？如今我把命交给你，如果将军想让我活下去，请你带着我一起走出去。萧克也还没死，我必须杀了他。桃花，此行九死一生，不要让你失望了。能同你一起共退夏阳，杀萧克营，我的人生也算精彩。更何况，我也不是毫无用处。看来这陆行止是有去无回了，这就参他一本，让朝廷即刻派人接管陆家军。这边。在此地生活，真的不会把敌人引来吗？瞧我笨的，我们来此不就是为了引出萧克营吗？有的时候，希望他来得快些，又不希望他来得太快。为什么？你在山中多撑些时，以你的身手还有功能，应该可以撑到援军过来。那你呢？以我的身手，要杀萧可以，我也会身负重伤，名不其为。我死前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活下去。桃花，答应我。我不要答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命运对你如此不公平？
我承袭家中爵位，自小就受朝廷器重，百姓拥戴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可你要活下去，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看我没有看过的景色。如果有朝一日，我大辽可以从夏阳手中烧回祖先失去的北境六州，给我烧一炷香，好不好？不好，要看你自己去看。北境六州，你自己去收。我不希望他来得太快，不是因为我怕死，是我觉得这一生可以和你毫无顾忌地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。何小伟，兄弟们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夏阳他们打得乱，但他们人太多了，撤吧，不能撤，这机会是将军用命给我们拼来的，必须给我顶上来，援军会来的。守住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把国门守住。大梁的国境线绝不可在我等手中再退一寸。藏起来。人人称颂的陆大将，竟也有如此狼狈的时候，真该将世人好好看看，堂堂的大梁镇北侯是怎么死在我萧克眼的手里的。我大梁不只有我一个女子，但是你夏阳却只有你一个萧克眼。这场战争的胜负，在你我踏入长明山开始就已经注定。你大梁的士兵刚刚扛过瘟疫，不是老弱就是病残。就算我夏阳是无主之师，一样可以荡平你的抗议二州。陆行止，归降吧！只要你投降我，你一定是南辕之首。我大梁100年前就与你们夏阳签订了休战协议。你们撕毁约定，言而无信在先，两军交战。我大梁将士是要收回100年前丢失的北境六州。陆行止，你我皆被困在山中，我夏阳无主之时，你陆家军不也是一样吗？啊！程丁原早就带着援兵，我等岂会败给你等小小？程丁原，你就知道陈启之那个王八蛋卖我假的不防土。你用两败又并战，大军围攻你，大梁人还真是阴险。存着一丝希望，希望那封信是父亲从别人手中截获的，居然真的是他。陈启之这个混蛋，堂堂丞相，百官之首，全无家国，只有党争。你竟然上来，好好给我们夏阳兵提振提振士气！兄弟们！把向陆行之兄弟者送入路上，陆行止，行军打仗还带个娘们儿！好啊！两军交战，不战不荣，放了他。这么在乎？那一命换一命啊！你死，好亡命！萧可影，你的威名不输我大梁镇北侯，可现如今却用如此卑劣的手段
逼迫陆行止自裁，胜之不武。不重要，胜才重要。既然如此，你不如让陆行止卸下武器，与你对战一场。还是你觉得，就算陆行止卸下武器，你也不是他的对手？你连陆行止都打不过，你如何战胜陈定远？数百年前，夏阳如何吞并的我北境6州，现如今就如何给我吐出来！瞧你这么个娘们儿，放了他！对手是我。就算掐死我，也是好，今儿个我要你心服口服的上路，给我看住他！千江苦一烧，天来纵横天下，恩仇成年华，心血快马。我也无声牵挂，是连生死最冷酷，心之奢华。武不武不重要，胜不胜？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！陈定远还是来了。张飞死，已死。郑北侯好本事，幸运而已。郑北侯命好，都说这长明山有来无回。你不但杀了萧克营，还能平安归来。如今这北元大王一死，夏阳枢密院必定和，是时候收回北京6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糟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和陆行止说我的身份，要是被哥哥拆穿，我该怎么解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没认出我，也是，哥哥离家无名，大概不记得我的样子。他是康州城的要杀，上山采药，正好碰到我受伤，将我扶了出来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桃花。桃花？我也认识个姑娘叫桃花。夏阳军后撤，萧克营已死，我大梁镇北侯平安归来，今晚庆祝。来陪我。军州庆功，他一介平民，和他有什么关系？镇北侯如此建议，你到底和他什么关系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是违抗父命来救的你陆家军。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陈将军够厉害。你想不是？既然是一介平民，我让他作陪，他凭什么抗命？桃花，今晚你们不来，明日我就上奏，就说镇北侯陆行止虚报军情，夸大军功，蒙蔽圣上。走。哥哥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我回去收拾东西，我让何闯送你离开，今夜就走。我为什么要走？我走了你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，陈定远不会拿我怎么样。是几日的事，你就忘了吧。往后遇到任何人，都不要提起。让我什么时候回来？桃花，当日在山中，我以为我时日无多，你能来找我，我想服了你的意，所以赶集上回来。但这并非我的本心，只是想在临终前给你相伴相伴。慰藉？你敢发誓，这些天你对我所有的好，都只是慰藉吗？我有感动，姐姐，你确实为我做了很多事。镇北侯，我千里迢迢来支援你，你不会现在跟我说不想娶我妹妹了吧？我答应你的事，绝不反悔。那桃花怎么办？我与桃花姑娘萍水相逢，真无私情。你当我眼瞎呀？无论今日这个女子是谁，
只要是个人，将军您就不能见他的面。我绝不允许在我的眼前发生这种事情。你就不怕我没日像陛下参你一本，收了你这陆家军的军权？您和您父亲真是越来越像。今日你若求我成全你们俩，我倒还能高估你一点。今夜把桃花送到我的军帐，不然明日你这将军就别当。将军，这个陈地元也太过分了。将军，你明明是因为他才迫不得已拒绝桃花姑娘的，他的好反过来挑你的菜。我不是让你送桃花出城吗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桃花呢？他说要把自己献给陈地元，还不是胡闹？为什么不拦着他？将军，劝过了没劝住。哥，我听他们说你要走。喜欢。你积极的时候，我应该不在你身边，这算是我提前送的礼物吧。哥，你一定要去荆南军吗？我不想在父亲的庇荫下入朝为官。你也知道，我性子也想打仗，荆南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，只是离这儿远了些。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，桃花。哥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为什么从不叫我陈轩啊？陈轩是他们给你起的名字，我不喜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在大梁为你找最好的夫婿，请你离开这儿。你放心，桃花，爹如今位居丞相之位，只要你带子归州，他绝不会让你在家中出事。陆行止哪里来的？是我自己要来的。陈将军不是要我陪你？桃花不会以为我不认得他了吧？那你要怎么？我想怎么陪啊？下手还挺狠。你凌辱百姓，强抢民女，信口雌黄，污蔑同僚。我今日就要替天行道，教训教训你这个败类！惹什么气？撒在我身上，让他走。陆行止，这没你什么事，给我让开！陈桃花，在你心里，我就是凌辱百姓、强抢民女、信口雌黄、污蔑同僚之人，你还想杀我？你良心被狗吃了！我错了，哥，我以为你没认出我，路上随便遇到一个漂亮小姑娘就要人家陪你，我错了，你打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跪下！爹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。路上遇到了镇北侯，他救了我一命，我无处可去，只能跟他回到这儿了。陈启之这个混蛋！哥，我能站起来了不？起来吧。谢谢哥。你就是陈轩。你叫我桃花就好，我就叫桃花，我没有骗你。你叫陈轩，你当初为何不早说？我也没想到你在殿上求我，你竟然不认识我呀！我现在知道你不认识我了。那我想着你求我，可能是为了攀附我爹，我更不敢把真实身份告诉你。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。桃花啊桃花，说你心思深沉，你又跟着谁都走；说你涉世未深，你又谁都不相信，谁都防着，都想杀。你们兄妹二人重聚，我一个外人，不便打扰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追出去？看不出他喜欢你。
将军，将军，我不是刻意隐瞒你的，其实我初见你时便对你心动了，可你三番四次拒绝我，我总不能用陈轩的身份来逼你接受我。我拒绝你，是因为我和你先有了婚约，我不知道你是你，我也不能违背诺言，只能拒绝你。你不用觉得我可怜，非得娶我的，我会跟哥哥说，让他取消这门婚事。对不住了，告辞。我看你是后悔了，如今哥哥来了，有靠山了，再看看我，不过并不想嫁了。我的真心我一直说得很清楚，所以初见便心动的，又何止是你？可我不能回应你，便只能赶你走。我生气，是因为你的隐瞒让我陷入两难，最后一次伤害你。那日我遇到危险时，你救了我，我本打算告诉你实情的，可你突然毒发，时间紧迫，我只能到令牌回去传信。可事后你居然要杀我，那种情况下，我怎么能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呢？你这么聪明，又如此懂得权衡利弊，我生死不明，康州危在旦夕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到这，我本以为我对你无情，你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。我打你20军仗，我如何不心痛？你昏迷的时候，我日夜守着不能离开，我也很自责。那你就没有想过你会拒绝这门婚事吗？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？陈定远让我娶你之时，便把你的情况如实相告。陈相府容不下你，我娶你，不单单是婚事，是救人一命，是还陈定远的救命之恩。我如果连答应的事情都能违背，往后我的军令还有什么威信可言？所以唯独对我屡次食言。我也想过悔婚娶你，如此一来，我便只能请辞，离开康州，不再做将军。你不舍？不是不舍，是如此。我如何对得起养我的康州百姓？如何对得起生死相随的陆家将士？如何对得起陛下的信任和栽培？看来我始终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失望吗？就像那日丢下你，我明知你有可能死在哪儿，但救康州城才是重中之重。我何其有幸，嫁给自己仰慕之人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竟然让你们相认了，想尽快告知丞相此事。陈将军，桃花姑娘聪慧骁勇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我陆行者希望求娶桃花姑娘为妻，结百年债，还望将军成全。陆行止，我对这桩婚事不满意。哥，你闭嘴！于你而言，我的妹妹是上天的，有固然好，没有亦无不可。我的妹妹我自小捧在手心，视为珍宝，而你却数次将她拒之门外，我不满意。将军性情中人，这一款我陆某佩服，也羡慕。可我陆家镇守北境100余载，幸而将士性命皆是悬我头顶之珠，我不能随下。但我能向将军保证，桃花比我自己的性命更重要。我此生必护她周全。陈轩已死，嫁你的是桃花，无需问我。萧克营一死，夏阳并不善攻自己，大战在即，一旦穿，不拿回北京六州，绝不罢休。你二人若想成婚，就剩这2人。陈轩就是桃花，桃花就是陈轩，那将军折腾个什么劲儿？
哥哥还不知道，陈启之将陆家军在康业2州的布防图卖给了夏阳。此事我究竟要不要告诉他？哥，倘若有朝一日我与爹生死对峙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并非宋氏所出，你不是陈家嫡长子吗？为何不是他所出？宋氏无所出，我一出生便被他抱娶了。后来他生下一女，母亲在怀上需2时，便被害死。所以你一直以来才对我照拂有加。爹为了纪念娘，给妹妹取名宣子。我曾以为他对母亲是爱过的，可直到你豆蔻年华，有人上门求娶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若是让陈轩那个小贱人嫁出去了，往后再杀她可就难了。这还不怪你，当日让你杀个妇人畏首畏尾，如果早日了结了他娘，岂会让他活到今日？我不得估计定远，这杀人一事，你说的倒是轻巧。这样，去回了媒人，就说陈轩还小，我舍不得。陈启之愧为人夫，愧为人父，愧为臣子，愧为丞相。我若继续留在他身边，迟早会杀了他。所以你才去了锦南郡。是我这一走，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你。好在陈启之身为丞相，乃百官之首，你若死在他家中，难躲悠悠众口，他定会留你到出家之日的。所以你才逼陆行止娶我。枢密院枢密使已死，皇上有意召回陆行止统领枢密院，爹担心他仗着军功在朝中压他一头，便暗通夏阳。夏阳起兵进犯，他在朝中楚河，夏阳杀陆行止，他便分割康业2州。如今他的算盘落空了。哥，那现如今我们该如何是好？这件事你知道便好，不必告诉郑北侯。他已经知道了。萧可影说道：“哥哥，爹与郑北侯之争在所难免，你夹在中间，切勿参与其中。”桃花真是长大了。当日逼陆行止娶你，是想借他救你出牢笼。如今亲手送你上花轿了，我还当真舍不得啊。夫妻对半。送入洞房，婚不能结。任北侯，当日你殿前求娶，已未成，便诱骗陈轩与你私奔，此等卑劣行径，对得起当今圣上，担得起镇北侯的爵位吗？放屁！王大人，今日我大婚，您闹这出，什么意思？婚姻之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不同意，你便背弃门楣，与私奔。陈小姐，你这样做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？王大人，我的妻子名叫桃花，不是陈轩，您认错了。这是笑话，认错人。我出入陈府的时间比你们相识的时间还要长，我岂会认错？王大人的意思是，我连桃花是不是自己的妹妹都认不出。哟，陈将军，你这是在偏帮外人吗？桃花，长黎村人，母亲因生他难产而死，父亲叫陈玉，是个落魄秀才。至于我妹妹陈轩，至今下落，大概率是死了。陈将军做事还果真是滴水不漏。过去了，既然是村妇，这婚更不能结了。王大人，若是来恭贺，我虽是欢迎；若是不是，何闯？末将在。教王大人
好好请出去啊！是，来人！我乃丞相门下，我看谁敢动我！哎，求知陈定远，你不会后悔了！啊，我乃丞相门下。就寻常，等待着，等不来，两个人地久天也长。等待着，等到了这一程山羊路茫茫，孤影成双。陈轩、陆行止，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可是老爷，少爷现在也在康州城内。告诉王准，与夏阳再战，让陆行止出城迎战。他们的武将不是要战死沙场吗？好啊，我就让他们求仁得仁。用枪不能只用胳膊上那点力气，要用腰腹把枪支出去。再来。学就真刀真枪的拼杀里学，你这么按部就班的教他，等你媳妇儿跨上战马，北境六州都收回来了吧？就算是个半吊子，那也杀了萧克营。你杀的萧克营？看来哥哥是时候该成家了。我此生绝不成家。你们女人都一个德行，自己成家就逼别人成家，等你生了孩子就催别人生孩子，饶是桃花也不顾死。为何？醉卧沙场君莫笑。古来征战几人回？我娶个媳妇儿回来，替我哭丧儿，这不耽误别人吗？那舅哥，这话里有话。枢密院枢密使一职，我会不计代价送上去。以后这刀光剑影的日子，就交给我们单身的吧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武将若不能在朝堂中立足，何人替我们直言？我的人打探到，夏阳朝中定下了萧克营的儿子萧策担任将军，带兵攻打康州城。他是冲你来的。瘟疫刚退，这些将士又刚刚经历守城之战，我们没有办法和夏阳正面较量。不出10日，他们就会攻打过来，这仗避不开。镇北侯早做打算。夏阳这次是打着为萧克营报仇而来的旗号，必定众志成城，想要正面硬拼，伤亡惨重。不如我们将陈州百姓撤入邺州，我带兵杨败后撤入长明山河谷口。陈将军，你带弓箭手在河谷两岸埋伏。我不同意。小儿萧策乳臭未干，陆行止，你身为镇北侯铁血将军，你若杨败，我军气势何在？我大梁皇帝的威严何在？传本监军令，陆行止带领城中将士死守，在开战之时，夏阳一决高下。这不就是让陆将军带着他的陆家军去送死？陈将军，这为国捐躯有何不可呀？这座城可是我们大梁的门户，他死了还有你陈定远守着呢。本官是监军，就按本官说的做。你放肆！乃圣上御赐之物，本官所说，代表当今圣上，代表我大梁的决策。再有异议者，军法处置。这个王准欺人太甚了。此事我和你哥哥已经商议出了对策，我们离城，你组织百姓撤离康州。可是这样你九死一生。放心，我和你哥哥已经商议出了万全之策。行军打仗哪来的万全之策？我嫁你，自不是图你长命百岁，可此事是人祸，是他陈启之泄露布防图在前，又操纵王准陷你于危难之时，你们为何不能参他一本？他何德何能担得起丞相之位？此事需要证据，没有证据之前，皇上尚且忌惮宰相3分，我也无可奈何。没有找到证据之前，先不要跟你哥哥说。其实我哥已经知道了。他知道？他知道陈启之和夏阳勾结的事，
我猜他手里有证据。这件事交给我们，放心，总会解决的。现如今离开丞相府，嫁给你，我本应该松一口气的，可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不踏实的话，就生个孩子吧，继承镇北侯爵位。小儿萧策，你带兵行至百里之外。今晚，本监军定带领圣上为诸位将领献俘。明日出城迎战之时，就算是死，把这道国门给我守住。镇北侯，事情你带着兵。从今之后，今日所见所为，如实禀告陛下。王大人，您士气如此之高，倒不如明日随我们一起出阵。哼，本官乃是监军，监军的任务就是坐镇后方，稳住大营。何副将，带大家下去准备，今夜早些休息。是。镇北侯，最好管好你的家眷，有他说话的份吗？陈轩，此地乃是中军大战，休怪本监军军法无情。王大人，得罪了。王大人身先士卒，在与夏阳士兵交战的过程中，冲在了第一线，为国捐躯。镇北侯，还请节哀，这仗日后还需要您亲自出。此事不敢由你动手。这王准就是陈启之养的一条狗，天天怂恿着你带着城中那些伤员去打夏阳主力部队，他就是想让你死。你们投鼠忌器，不敢动他，我敢。他日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一人承担。你放心，你不杀他，我也会杀他。我不可能拿全城百姓、满城将士的性命去冒险。那你不早跟我讲？可惜我大梁没有女子为将。你若为将军，未必在我和你哥哥之下。说得好听，那你让我上战场啊？你忘记了，你还要组织百姓撤离。我带兵出城迎敌，后方和前线一样重要。多久能进攻康州城？不出3日。攻城之后，立马烧城。你想坚壁清野？萧策是为父报仇而来，坚壁清野，他不能战城，就算知道我杨败，为保夏阳士气，他也只能追我至河谷口。镇北侯，您不能再出去作战了。先前余毒未清，回来又感风寒，您的休息。若非要把阵仗压下去，至少让我撑过这几天。这样下去，您会死的。仗要是不打，死的就是整个陆子军，整个康叶2州的百姓。可您才刚成千呀！会领钱的。开药！萧将军，这帮大梁人已经全部撤离，
还烧了腿吃，现在怎么办？陆湘芷，今日就让你为我父亲偿命！我怎么会在这种梦？将军，将军，他不会有事吧？夫人，您这是？备马，我要去河谷口。夫人，带上我们。是。百姓们已经全部撤退，我们也完成了将军的任务。我们想上战场，想替那些死在瘟疫没能在战场上战死的兄弟们报仇啊！永恒在今生，看你的眼神多陌生，双唇多冰冷，我仍想触碰你的女人。当思念一寸一寸滋生，莫怪春风一阵一阵提升，如春草一寸一寸新生，是我的今生一再等，当你一句一句切断缘分在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何事大惊小怪？老爷，王大人被杀了！什么？王准被杀了？谁这么大胆？前方传回来的消息说，王大人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不幸被烧死，斩杀于阵前。放屁！这王准是文官，岂懂舞刀弄枪？好，陆行止啊，陆行止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走，现在进宫，参他一马。爹，我劝您还是别入宫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坐下说话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夏阳这次大败，萧克隐战死，大军被俘，夏阳的降书已经在路上。您觉得夏阳国君为表诚意，会在降书里面写什么呢？是皇上让你来的。事已至此，要么认输，要么拼死一搏，至少我们还有7分胜算。你是叫我谋反？我只是个贵妃，孩子又尚未出生，若按部就班，这孩子绝无可能成为储君。我若谋反，天下人岂会服我？若有人带兵造反，您去救驾，便杀了皇上皇后那几位皇子，又有谁会怀疑您？当日您把我嫁入皇宫，不就是为了等这么一天吗？陆将军，恕老夫无能啊！怎么可能？他不过受了点皮外伤，怎么可能治不好？老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是想让我紧张一下，是不是？在京城中的多，在江之城未能痊愈，之后又感染了风寒，加上几次带病受伤，而现在的身体回天乏术，有进灯火是早晚的事。此事我出征前就知道。我们回京城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大夫。没用的，老张说没救，便是没救。慢点。我现在只是后悔，娶了你，却不能和你长相厮守。你哥哥的顾虑是对的，我当武将，不该成婚。
为什么陈启之这样的人可以儿孙满堂？为什么老天如此不公平？离我论是合理，往后你还能。陆将军好身体啊！这些日子日夜颠簸，也不见你睡觉。昨还在战场晕倒，这回来还能折腾一宿。别同你妹妹开这种玩笑。能折腾是好事，进去说。我得到消息，夏阳国君派使臣向荆州递了降书，这场战争结束了。倒是便宜他们了。你这丫头，战士建功立业，百姓颠沛流离。这战争中最苦的就是百姓。如今一把火烧了康州城，有多少百姓颠沛流离？重建、兴修，可是不小的工程。我就是不服，夏阳3番4次得寸进尺，现在他们说停就停，北京刘州还没回来呢。我已俘获萧策大军，日后使臣一到，陈将军若是以他们为筹码，和夏阳谈判，或许可以收复失地。我去谈判？你想得美！请你回京的诏书，怕是已经在路上。为人，陆家，住手！住手！皇上，你没事吧？就是时候，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和审，谁要开战？皇上，你为神来时不能救驾，还请皇上恕罪啊！丞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住！陛下，哎呀，陛下！皇帝驾崩了！我今日来就是想和你商议，我不想去京城做枢密使。为何？当日谈及此事，我没想过我会放火烧城。如今重建，我想留在康州。那可不成，镇南侯正遣我回荆南郡呢，我准备明日启程。哥，你可不可以在此多留几日？为何？过几日就是女儿节了，江芷城一定非常热闹，我没瞧过。我想让将军带我去瞧一瞧，你就留在此帮将军盯几日，就当给他放个假，可以吗？桃花，哎呦，自从我认识将军以来，不是在打仗，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，我想让他陪陪我，不行吗？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，要么说实话，要么我现在就走。你去收拾，我来同他说。之前在京城中毒，未能痊愈，就一直在打仗。现在身体已是油尽灯枯，时日无多了。你为何不早说？我若知道，绝不会让你去迎战萧策的。仗着自己年轻，所以就事已至此。我想剩下的时间，好好陪陪桃花。我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你。查到是谁下的毒吗？陈启之。是他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们，这仇我一定。前些日子，奸人造反，杀害皇上，
幸得丞相庇佑，如今我腹中胎儿竟成了大梁唯一的后人。丞相救驾有功，即日起，他便是我大梁的摄政王，掌管大梁一切事务，直到我诞下新君。若妃，分明就是你与陈启志沆瀣一气，我君王妖言惑众，如今是大梁生死存亡之关键，把这以下犯上之消息拖出去，斩了！就算杀了我，你也挡不住幽幽公口。若妃，你不能好死！摄政王，把陆行止给我从康州请回来，襄阳使者不日便到，耽搁不得。是太后。另外，封城门，哀家若是再听到有人在坊间闲言碎语，诛九族。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你们这帮腐儒，竟敢对那妖妃下跪！拖下去，斩了！陈启志，你不得好死！王妃陛下对你的信任，就是死了，我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陈启之和陈贵妃要谋反，你要想方设法将这个消息带出去，一方带给甄太后，一方带给甄背后，务必要劝他们发兵前往，否则这天下就要姓陈了。是大人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多少钱？10文钱。哎，谢谢。没想到女儿节这么热闹。姑娘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这是10年难遇啊。镇北侯刚刚在康州城大败了夏阳，夏阳这次也是终于被打服了，都给咱递降书了。大家伙这哪是在庆祝什么女儿节，这分明就是在给镇北侯庆功呢。哎呦，两位的感情真好，这样送你们一根红线。这有什么讲究啊？女儿家将青丝缠入红线，然后再编织成手串，赠与心上人，便能讨一个一生一世的好彩头。谢谢老板。为什么是缠我的头发？缠你的青丝，赠你的心上人，这样呢，你的心上人就会一生一世一心一意。你不必为我如此，你的人生还长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也许你还会遇到一个。如果不是你答应了哥哥娶我，陈启之就不会给你下毒，也许我就活不到出嫁那天了。现在想来，是你用寿命换了我未来的人生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守在康州城，绝不让敌人的兵马踏入我大梁江山半步。晨雾飘渺听声雪，谁在林有泼墨画面？是秋霜降那天，芒草染白山边。时不几日，都是桃花仙气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这脉象怎么这么乱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。夫人，这是有喜了呀！我没有看错吗？他从未像今日这般睡得如此沉。夫人嗜睡，是因为腹中有子，调养生息呀。你在刻什么呀？
我啊，你，人家都是克心上人，哪有人克自己的？将来我的孩子要是问起他爹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拿给他看看，怎么样？像不像？以后就有他替我陪着你。哥，借一不说话。什么？皇上驾崩了？可我江之辰怎么没有听到一点动静？臣请示带兵谋反，如今陈若锦仗着肚中胎儿把持朝政，已经封锁京城，未经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离京。谋反？夏阳大败，他们害怕通敌事被揭穿，便先下手为强，把持朝政，当了摄政王。朝中已下圣旨，让你即刻回京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臣启之，这是要借机除掉行止。镇南后已联络我，他会带兵从荆南郡出发，起兵秦王。镇北侯，你若信我，就先与桃花回京，我带着你的陆家军随后秦王。你若不信，往后陆家军和桃花就拜托你了。不要，我要和你一同回京。桃花，我是必死的局面，以大局为重。我不管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和你在一起。你放心，我定将桃花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夏阳使节带来一个消息，说你将康叶2州的军事布防出卖给夏阳，里应外合，以战立功，加官进爵。你有何解释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要杀便杀，我有何惧？通敌叛国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那新婚妻子和可怜的妹妹也会与你共赴黄泉，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谋反一样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他横竖都躲不过这一劫，倒不如秦王立功。我这次在这单独与你相见，便是想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拥立我腹中胎儿为新君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我陆家军深受朝廷之恩，百姓信任，断不可能做如此助纣为虐之事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来人呐，拖下去，打入天牢。陈将军，就算你有令牌，但我不见他人，恕他从命。夫人，将军他……将军一死，从今日起，陆家军听我号令。不可能的，将军他不可能。将军是被陈启之所害。我等应当继承将军遗志，入京秦王，替将军报仇。秦王报仇！秦王报仇！秦王报仇！陈启之陷害忠良，谋逆犯上，
残害皇室。现如今又挟陈若锦腹中胎儿，号令天下，急心当诛。诸将士听令，随我一同杀进去。李轩，要是再往前走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将军，将军还活着，夫人怎么带孝？陆家军，听令！即日起，凡是我陆家军人听桃花号令，何闯，末将在。细心尽力，辅佐夫人。末将听令。爹，如今天下有志之士都已加入秦王大军，你已无路可退，投降吧！你们要是再不退兵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早已示弱，你在我陆家军面前杀了我，我陆家军必定众志成城，将你无畏。也是因你20年前抽到神话。风又起，雨又落，我笑情深依旧，风雨捉不透。我叹人生苦短，荒唐事不休。我盼孤身纵马，笛声满天，四海任我游。情字如落，训令夏阳文魂丧胆的镇北侯陆行止。我笑尘缘如梦境，化一场空。我叹剑残无忧，何处能相逢？我盼风云万里，星汉灿烂，来日笑我。眼底路悠悠，灵火如我梦。眼底路悠悠，灵火如我梦。能同你一起共退夏阳，杀萧克营，我的人生也算精彩。更何况，我也不是毫无用处。你在刻什么呀？我啊，将来我的孩子要是问起他爹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拿给他看看。不能杀我，我是你爹！通敌叛国，置边疆将士的性命于不顾，你徇私枉法，置天下百姓的安危于不顾，结党营私，置大梁江山的未来于不顾，你听信谗言，置女儿的性命清白于不顾，你陈启之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子虚乌有，鹰派胡言！我没有罪，你不能杀我，你是会遭天谴的。你有罪。这是你暗通夏阳，泄露了康业不防的信件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是你结党营私、诬陷忠良的证据。这是你买凶谋反、杀害皇上的证据。这个女儿好惨啊！这个是你夺海镇北侯的证据。
天子，我靠！桃花，哥，其实我并非受父亲蒙蔽，而是为了保存我大梁的骨肉，才虚与委蛇。我一直在暗中收集陈启之谋逆的证据。太后娘娘，机关算尽太早，别误了你性命。朝廷没有清算陈若晴，他肚中怀的毕竟是皇家妇女，清算爹一事也赖他收集了证据。他封陆行止为镇北王，日后你带下子嗣，可继承王权，朕康业而终。陆家军听你调遣，从今以后只效忠于你。桃花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在这待了3日了。陆行止会心疼。哥，你相信命吗？我从不信命，我只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我以前也不信，可是你看，爹要杀我，你逼他娶我，爹给他下毒，我与他结缘，杀了爹替他报仇，这些都是命，我逃不开，谁都逃不开。狗屁的命运！你叫桃花，长黎村人，根本不是我亲生妹妹陈雪。我的亲生妹妹，早在20年前被她亲生父亲溺死在水井之中。我带她消息赶过去的时候，雪儿已经没有呼吸了。爹啊！是我无能，没能保护好妹妹。我安葬完妹妹，在回京的途中遇到了你，你和雪儿一般大，生辰只差了3日。我看到襁褓中嚎啕大哭的你，想起了妹妹，于是我把你买了回来，放在陈启之身边，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他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尖刀。我不曾想过会有今时今日，不然根本不会埋下你。哥，我不怪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。桃花，没有什么命中注定，天作孽有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陈启之那是自取灭亡，陆家军在等你，康州城流离失所，等待家园重建的百姓在等你。你得振作起来。那我以后还是你的妹妹吗？是。哥，那你日后有什么打算？陪你去康州。提醒！哎呦，叶大人，冤枉啊，大人啊！我不同意。我是来辞官的，不需要你同意。
秦王，你是最大的功臣，你只有在了，我太后之位才能稳住。如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比我有本事，翻手间，皇帝、爹、朕背后都没了性命，你不需要服从。在你眼里，无辜的只有陈玄，他被别痛恨，吃尽苦头。可你有想过我？我这一生吃的苦，受的罪难道还比他少吗？你怎么能堂而皇之说出这种话？从小到大，你对陈轩非打即骂，而你呢，过着锦衣玉食、衣食无忧的生活。他被你日日折磨。父王要献女儿给皇上，陈轩克他，他不能嫁，只能我嫁。这种荣耀谁爱要谁要，我不想要。你在画什么？陈小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您这样有失体统。我等你高中。先生，先生，放榜了，你看我带了。为什么客厅的人不是我呢？如果我是陈轩，我早就跑了。陈轩为什么这么没用？为什么我的命运只能受人摆布？我借父亲的手杀了皇上，我借陈轩的手杀了父亲。可是我想要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若有难，差人知会一声，天涯海角，我必赶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今日一定要走？是。好，你尽管走。等到夏阳时节一到，只有我来谈，你们就打一辈子的折，守着边陲，整日顾着提心吊胆，还要担心被朝廷受累的情况。看来哥哥给行止谋划的枢密使，最终落在了你的头上。哥哥，是时候该考虑一下成家的事情。你不怪我。我的哥哥大将军陈定远德才兼备，是天下栋梁，所以你理应承担起在朝堂上的责任。哥哥，边陲武将的利益以后就交付于枢密使了。将军，你回来了。想你了，所以来看看你。策马萧萧过残岗，听晚来风怒又连环。物是云台微笑散，一身亡命静若安澜。夜明知是风浩帆，孤影独往南府中盘。有朝只是写一生的傲然，为你待花残。又或许心上彼岸昼夜无安，不可或缺你在伴。有渡过黄江的新船，来载我一段。策马萧萧过残岗，听晚来风怒又连环。
故事云台，微笑散，一生忘你，静若安乐。陈大人，你可算来了！怎么样，生了吗？刚生，我听到哭声了。怎么样，想好叫什么名字了吧？陆怀芷。好名字。怎么了？看我们小怀芷这么可爱，又想起陆行芷了？我在想，她是个女孩，要如何继承爵位啊？我来之前，特地向我们6个月大的新帝许了道圣旨，镇北侯陆行芷与其夫人桃花之子，不论男女，承袭爵位，统领陆家军，发兵向阳，收回北境6州。谈何又破裂了？意料之中，陆行芷去世的消息一传出，夏阳就拒绝谈和。得让夏阳知道，我们大梁不止一个陆行芷，而是人人都是陆行芷。我特地来此见兵，就是为了助你一臂之力。你为何又是桃，又是桃？又是手来，又是手来，又是啊！愉快，愉快，你可曾装过新石头？愉快，愉快，你可曾见过便是泪长发？愉快，愉快，你可曾经过百年孤